现在就是过来鱼排这边卖鱼了，看一下这一趟龙虾窝放网的收获到底能卖多少钱啊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拿打彪哥，现在是准备过去拉今天的最后一个渔网了。最后一个网就到达龙虾窝位置了，一整年没有在这个位置放过网啊，不知道还有没有龙虾上来。而且刚好最近也是龙虾的旺季，我感觉龙虾也少不了的吧，也有10只、8只、3只、4只也会有的吧。毕竟我们最多一次在这个位置捕到10几只龙虾呢。好了，上来的第一条渔获小剥皮鱼。今天的最后这1000多米渔网啊，能不能丰收就看这里了。前面3个网的收获就算是一般般而已啊。第2个网跟第3个网收获会好一点，有个30-40斤的收获。第1个网比较差，第1个网差不多也就补上来个20几斤到30斤左右的收获而已啊。而且这些位置的小剥皮鱼数量是比较少的，但是这个网倒是有几条啊。你看拉上来这3条渔获都是小剥皮鱼呢。目前为止应该也是捕到有个10几斤小剥皮鱼吧，加鲫鱼比较多，加鲫鱼估计就要20几斤了，香头应该差不多也是20几斤，那种1斤多规格的真鲷就上来了好多条，10几条应该有的。那这样子光真鲷应该也有个10几20斤过来了，感觉数量还挺多。今天拉上的刺豚鱼就不少啊，这一个网的小剥皮鱼倒是有一些啊，而且还挺肥的呢。其实今天拉上的小剥皮鱼都是挺大条，毕竟放网的位置比较偏外面啊，所以虽然数量少一些，但是却大条不少。今天捕上的这些黄鲫还是比较多的，只是就不是很大条而已，普遍都是这种6、7两规格的，肥度也是一般般啊，不算特别肥，但是拿来简单的清蒸一下味道应该不错。这边又上来了一条黄鲫，也是差不多这种大小规格的黄鲫，学名是叫做3线鲫鲈，普遍也都是叫做黄鲫，而刺身门店就把它叫做银爪目。这一个网的小剥皮鱼倒是有几条，而加鲫鱼就没有看到啊，就来了几条这个小剥皮鱼，几条黄鲫而已。你看旁边确实有一艘渔船在作业，上一个网的时候就看到了，但是这样看其实距离我们还是比较远的，这样子看的话至少要距离个400-500米差不多吧。不过确实位置偏太外面，渔获的资源真的不怎么样哦，感觉这一趟的渔获始终没有小岛旁边那么好啊。这里又来了一个刺豚鱼哦，今天捕上的刺豚鱼数量是真的多呀，每个网都好几个，可惜不值钱，都丢回海里面去了。怎么这一个网来的全是黄鲫跟小剥皮鱼啊？感觉这个网拉了挺久的，上来的全是这2种渔获而已。这能不奇怪吗？连香头跟加鲫鱼都没有呢。而且这个网突然的小剥皮鱼变多了，你看这不又是黄鲫哦，还有一条泥猛鱼呢，我以为全是黄鲫跟小剥皮鱼。你看这边就是小剥皮鱼了，鱼排也已经通知小剥皮鱼涨价了，可能他们看过我的视频，怕我自己拿回去卖，不得不涨价。鱼排说现在的小剥皮鱼已经要卖到55块钱啊，感觉价格还是挺不错的。那这一次的小剥皮鱼就拿来去卖鱼排吧，就是数量没有上升那么多，10几斤应该有的。而且这一次的小剥皮鱼很大条呢，又大条又肥的，所以个体就比较大了，称起来肯定也是比较显重哦。以前的平均是5条1斤啊，现在估计3条4条就要1斤了，搞个30几条就有个10斤了，差不多吧。目前为止也应该也是30几条。这一个网的小剥皮是真的多，3条一起来啊。前面的网没拉多少，这个网倒是开始来了。你看还有啊，偏偏就是加鲫跟香头没有，反而黄鲫跟小剥皮比较多。这里又来了一条黄鲫呢，这条就比较大条更肥了，真的是其他渔获都没有啊，就除了一条泥猛鱼之外，目前整个网光来这2种渔获。不过也还不错，这2种渔获都是偏比较值钱一些的，价格怎么都要比加鲫跟香头要值钱一些的。
哦，龙虾，龙虾！龙虾窝的这个位置终于来龙虾了呀！我就说嘛，龙虾窝的位置怎么都有的，而且这一只还挺大只的呢。看起来估计要达到7两、8两左右吧，差不多的。像这一种规格的龙虾，一斤应该也有个200块钱的，所以光这一只应该就能值个100多块钱了。多来几只这样子的就真心不错了，来10只就有个1000多了，所以还是龙虾窝的位置好嘛。又是好几条鱼货一起上来了，感觉这一个网的收获效率还挺高的哟，不比前面3个网要差哦。可能这个是最后一个网啊，毕竟放在海里面的时间要比前面的3个网要长得多，所以拉上来的鱼货自然也是要比前面的鱼货要多一些嘛。再来2条黄鲫，难道黄鲫的旺季到了？还带着1条泥猛鱼一起上来呢，这一个网的第2条泥猛鱼。今天的泥猛鱼都挺大条的哦，一条都是要半斤以上的。你看5000多米的渔网堆得满满一堆，而且有一部分是放到船舱里面去呢。而且这个网才拉了1半不到的渔网上来呢，海里面还有好几百米的渔网，都拉完的话可以把前面的甲板都铺满。这一个网的效率是真心不错，怎么拉都有渔获上来啊。而且真的拉上来都是小剥皮鱼跟黄鲫而已，偶尔几条泥猛鱼。前面的网比较多的夹鲫鱼跟香头鳝是1条都没来，龙虾来了1只而已。这毕竟是龙虾窝的位置嘛，我觉得应该多来一些，3条4条的不算多，10几条的刚刚好。总不能一整年没过来龙虾窝的这个位置放网，这一次就捕到了1只而已吧？这样就对不起龙虾窝的这个称呼了。而且还毕竟现在是龙虾的旺季呢，不来多一点都不行。这个网离小岛那么远，居然还有这么多的小剥皮鱼呢，可能也是龙虾窝带来的好运吧。反正收获效率肯定要比前面3个网要好的，而且还有值钱货。下一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过来这个位置放网了，最快也要下个月了吧，也有可能要明年的这个时候了。等到明年的这个时候，龙虾的旺季到了，再继续过来这个位置放网看看。毕竟位置偏远啊，我觉得是更适合放大网。放小网的话还是欠缺一些的，比较外面放大网效果应该不错。而且这一次还捕到了那么多条1斤多的那种真鲷上来呢，这里还来了2条活点鱼呢。现在先把这个网拉上来，渔网就先不整理了，网就等回去后明天再过来整理吧，反正明天也不出海了。现在这个季节真的是2天打鱼3天晒网的呢，这个季节晴朗的天气实在太少了，1个月也就出这么2次海而已啊。下个月应该就会好点了，出海的次数会比较多一些。然后就把大网给整理一下，就运到船上这边过来，再收一部分的小网上去。下次过来外海这边就可以开始放大网了，大家期待一下大网的收获吧，说不定大红帮等着我呢。可能今年冷空气下来的比较晚啊，到现在还有个10几度呢，降温得不彻底。往年的这个时候早就穿大棉袄了，现在穿个薄外套就能顶得住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这一个网的活点鱼还是挺多的哦，上来了4、5条了。没有夹鲫鱼，没有香头，其他的鱼货倒比较多。龙虾怎么上来1只而已？龙虾窝的位置既然有龙虾，应该多上来几只才对呀。上来1只而已，就是真的偏少了呀。但是这个位置的小剥皮鱼倒是上来不少啊，看来小剥皮躲龙虾窝的位置了。那么龙虾又躲到什么位置去了？毕竟现在还是龙虾的旺季呢。大海星倒是上来了好几个了，而且每个都挺大个的。这边又上来了2条这个小剥皮鱼哦。
既然鱼排说小剥皮涨价了，一斤可以卖到55，就直接卖鱼排就行吧，就不自己去卖了。自己卖的话还要剥皮去内脏，还是比较麻烦的。虽然可以卖多几块钱啊，但是时间成本、人力成本比较高，感觉就不怎么划算了。又是好几条小剥皮一起上来呢。感觉突然在这个网要上来了10斤左右的小剥皮，我感觉有的。是不是知道小剥皮涨价了，立马在这个网就连续的上来了？这样子今天也有个10几20斤啊。按20斤的小剥皮来算吧，也有个1100了。可能没有小岛附近的小剥皮资源那么好吧。来了一条火点鱼啊，这个网上来了好几条了，应该有个6、7条哦。小剥皮估计是前面3个网加起来10斤，而这一个网就可以拉上来10斤了。位置不同，资源自然就不同。只是龙虾真的只上来一只而已吗？后面不能来多几只龙虾？你看月亮都高挂在空中了呀。又是一个大海星啊！这个网一条加级都没有，来的不是小剥皮、黄鸡就是泥猛了，偶尔几条火点鱼。好的，然后今天的最后一个网也就拉完了。龙虾窝的位置看来也没有什么龙虾了，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是被别人放过网了。龙虾已经被别人给抓走了，然后我们才过来放网，所以只剩下一只龙虾而已，也有这种可能的啊。所有的网也都拉完了啊，然后现在是准备返岸回去了。然后现在就准备返岸回去卖鱼了。下一次过来就准备开始放大网了，有点失望啊！龙虾窝的位置就上来一只龙虾而已，有点差。但是总体收获还算是可以的吧。20斤左右的小剥皮鱼，10几条1斤多的这种真鲷，香头加级也是有一些啊。然后现在先吃个宵夜吧。吃完宵夜，我也是慢慢的把船往回开了，毕竟这个位置比较远啊。从这里开回去大概也是要3个小时了，比我们平常去小岛的位置还远。平常去那些小岛的位置大概是2个小时多一点，而这个位置要3个小时才能开到。不过还好风平浪静的，只是夜晚的海风就显得比较冷一些了。好了，也是到达渔港这边，准备直接开去鱼排那一边把鱼货卖一下。看一下今天的这些鱼货具体能卖多少钱吧。我估算一下，应该差不多也是4000块钱左右吧，应该有的。现在就是过来鱼排这边卖鱼了啊，看一下这一趟龙虾窝放网的收获到底能卖多少钱啊？还好最后一共补上的小剥皮比较多，看一下这些小剥皮有多少斤吧。已经是有个55块钱的呢，看起来还挺多啊，我估计这一筐要20几斤吧。还有个23斤呢，还不错还不错。这样子这些小剥皮就能值个1200多了，最后一个网的功劳。诶，这只龙虾还有个8两4的呢。鱼排说这种规格龙虾1斤220啊。然后还有其他一些什么真鲷啊、香头什么都称一下。先把这一些鱼货种类给分出来。这一趟收还是比较多的吧，鱼货种类也是比较多的。香头也多，还有一些加级什么的都比较多，每一筐都是10几斤10几斤的称啊。而且这一趟的真鲷也不少啊，要10几20条这种1斤多规格的。全部的东西称完就进去算账拿钱了。小剥皮值个1000多，真鲷又值个1000多，光这2项就2000多了。就是龙虾有点少，才上来了1只而已哦。老板说这钱是今天刚取出来的，还崭新的。今天所有的收获是卖了4785块钱，老板直接说按4800发给我们了，感谢老板，老板大气呀，直接就算现金给我们了。收完钱啊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准备把船停靠回渔港那边了，就可以回去洗澡睡觉了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，下一次出海捕鱼的视频就下一期来分享给大家看。我是南澳的彪哥，还请大家给我点点关注，观看下一期精彩的捕鱼视频哦，谢谢大家。